据美国第7舰队司令部官方网站消息，11月21号到30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5国派出大约34艘舰艇举行联合演习。演习地点为日本南部外海和菲律宾海。美海军第1航母打击群的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轻型航母2艘巨舰都带着本国潜艇参演，其他3国各派出1艘军舰。澳大利亚海军布里斯班号驱逐舰、加拿大海军温尼伯号护卫舰、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5国联演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日本在这次5国军演中出动了比较大的海上力量，除了动用了日本的出云号直升机母舰以外呢，还出动了7艘驱逐舰，其中有2艘是日本宙斯盾的金刚级。日本目前只有4艘金刚级，但是动用了2艘，这是日本在近些年海上演习中很少动用的庞大力量，也体现了日本在日美的军事合作中正在动用越来越多的力量，希望能够在其中发挥更多的重要作用。在此次5国联合演习中，反潜作战与海上封锁2个科目尤为值得关注。有分析指，日本这次特意派出清朝级潜艇，有可能是让其模仿假想敌。清朝级潜艇采用的是十字形尾舵，比苍龙级的 X 型尾舵性能更接近于俄罗斯的基洛级潜艇。在演习中，清朝级潜艇作为靶标，在被探测到确切位置后，5国演习编队则会确认攻击程序，进行敌我识别，然后准确判定攻击时间。此时，美军参演的1艘攻击核潜艇就可以在水下对目标发起攻击。评论员曹卫东指出，在联合演练方面，美日双方各有企图。日本是想积极地向外扩展军事力量，而美国也恰恰是想利用自己的军事盟国为印太战略服务。美国当后台老板，而日本这样的盟国冲在前面，就可以减少美国海军的压力。日本共同社11月27号发布独家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在10月上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电话会谈中，表达了日本在安全领域负担更多的希望，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以遏制中国。而10月12号，岸田文雄领导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公布了众议院选举竞选纲领，提出大幅强化防卫能力，使防卫费在 GDP 中的占比达到2%以上。日本经济新闻称，1976年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内阁作出防卫费不超过 GDP 总值1%的决定后，历届日本内阁基本遵循该决定。如果岸田承诺成为现实，日本的军费将达到世界第3。而且11月26号，防卫省就提出了高达7738亿日元的2021财年补充预算案，加之防卫省去年12月通过的2021财年5.34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日本年度防卫费用总额首次超过6万亿日元。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经费这几年来，可以说接近10年来一直是连涨，就是连续不断的往上升。那说明它在用大量的这种费用在投资于军事力量，实际上它的军事动作也是在向远走，就借助美国呀，要利用这种军事盟国的这种力量来为美国印太战略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力也是越走越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日本主导的5国海上联演之中，德国派出了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参演，这也是德国海军近20年来首次参加在西太地区的军演。不过，有专家表示，近年关于德军武器老化、军纪松弛的负面消息频现。此前有报道称，德国空军1半以上的台风战机无法升空，德国海军全部6艘212型潜艇无法出海。虽然德国军方表态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但它是否真正有能力长期部署，恐怕还要打个问号。评论员曹卫东指出，美国想拉盟友搅局南海，但都是域外国家，只要南海周边国家不参与，就无法掀起大风大浪。南海周边的国家，人家不参加的话，你域外的国家在这块没有基地，你闹腾几天也就得走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这个企图和意向之后呢，就知道他是针对我们的，但是呢，他又无法掀起大的风浪来。
事实上，为插手南海，美日已迫不及待拉拢南海周边国家。11月23号，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与到访的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在防卫省举行会谈。期间，岸信夫渲染所谓日越安保环境严峻，称日本和越南两国的安全保障环境愈发严峻动荡，在东海与南海地区，企图依仗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情况愈发严峻，呼吁越南进一步强化与日本的合作。会谈后，日越双方签署了推进网络安全领域等防卫合作备忘录，这也是继两国达成转让国防装备与技术协议后，日越两国深化军事合作的新举措。11月24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到访的越南总理范明正举行了会谈，两人对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日本方面还考虑向越南出口舰艇等防卫